小心！幸好没有伤及我绝世容颜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刚才二位把我放的实在是太近了，火星子燎我身上了，我没忍住啊。我就说，怎么觉得有些奇怪呢？原来是个扫把精，还挺晦气的。天师大人饶命！天师大人饶命！小的绝对不是有意侵扰二位的，我只是一个小扫把精，别说我，别说我。你未曾作恶，我便不收你。起来吧。对。你是常年在此地吗？啊，对，正是。有件事我想向你打听一下。您说。你可曾听过茱萸仙草？茱。行了，知道了。啊，我这就走，我这就给二位挪位置，这就走。哎，什么仙草？做什么用的？是一种药，用来治病救人。治病救人？你病了？慢点。老婆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脚滑摔了一跤，头有点晕罢了。多谢姑娘了。老婆婆，您这是要进山采药？是啊，我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山里，以采药为生。那您可曾听说过茱萸仙草？茱萸仙草？哦，好像在哪儿听到过。您知道茱萸仙草在何处？是啦，这山中住着一位姓顾的名医，他的园中种着各式各样的仙草灵药，或许会有你们想要的东西。郎君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好，谢谢老婆婆。多谢。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如我们再劳婆婆一程。嗯。两位是来赴宴求药的吧？请随我来。还真是不少。顾名医如此厉害，更听闻他已修成半仙了。想来凡间之事于他，皆手到擒来呀。哎，他是不是半仙我不知道，
但是听闻他有一神仙之物，名叫祝鱼仙草。诸位也都是为了祝鱼仙草前来。来到这儿的，谁还不是为了仙草呢？各位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那里面便是我家主人。我和夫人不请自来，若有打扰，还请见谅。无妨，心诚者自会得偿所愿。是那老婆婆的声音。待会多加小心。各位寻药而来，也该明白世间的事物皆有其价，病症更是分轻重缓急。我将依次与诸位交谈。未相请之时，还请诸位在外稍事休息。这位先生气度不凡，想来应该是什么都不缺，不知为何寻药啊？我呀，家中开着绸缎庄，自小历尽富贵荣华，确实是没什么要求的了。唯独啊，人至中年，虽说妻妾不少，可膝下就几个女儿，一直未能有个儿子，偌大的家业，无人继承。所以，先生拿到草药，是为了想要一个儿子。这仙草，无论计价几何，我今日都势在必得。先生，我家主人请您一叙。哦，平和他是第一个呀。就是，若论时间，我们也等了好一阵了。各位贵客，还请少安勿躁。我家主人说了，一切定然公平。这病治与不治，该如何治，与谈话先后顺序并无关系。先生，请吧。哎呀！哎，这世上哪有公平啊？有些人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，还要想尽办法把这福气传给子子孙孙。哼！有些人却要受苦受穷啊！受苦受穷。老人家，您面色红润，身体康健，也不像有疾病缠身啊。我祖上皆是为官之人呐，只是我偏是次次落地呀。人至中年，我才终于中了进士啊。可是好日子没过几年呢，我就眼看着自己垂垂老矣。我岂能甘心呢？我定要留在这世上多些时日，好好享受我这来之不易的权利和荣华富贵。哼！但人寿总有尽头，即便贪恋，又怎能无穷无尽？除非老人家想求长生。自然，我为什么不能求得长生啊？我这一辈子就这一个愿望，就是付出再大的代价，我都要让它实现。哼！没错，这世上多的是事事不公。我从小就生得好看，长大之后更是冠绝10里8乡。可今年，邻村不知道哪里来了个新嫁娘，他们竟说她比我长得还好看。我这第一美人的名头，就这么轻轻松松的给占了。我当然不服气，只要能赢过她，我死也甘愿。
儿子了，我又有儿子了！多谢顾神医，我要有儿子了！老人家，我家主人有请。这生育之事尚还好说，可这老者的愿望，人岂能真的长生不老？等他出来，便知道了。多谢，虽不能千秋万代，我这位子也能做他个100年春秋啊！足够了，春秋100年呢，足够了，足够了。郎君，你说他们在里面都说了些什么？为何我越看越觉得蹊跷啊？哎，那我呢？这天都快黑了，下一个可是我。娘子何必心急，请吧。走。两位倒是不急，万物自有其法，先来后到，急不来。小心！我现在是最美的了，没错，我是最美的。小心点！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最美，我是最美的。小心台阶，慢走。两位虽是同行，但我家主人只见病人，所以二位是哪位求医？他。我？去吧，我等你回来。请跟我来。郎君就不怕吗？怕什么？听说这顾名医看病都是要收取代价的，你不怕小娘子一人做了决定，把你蒙在鼓里？不怕。为何？因为真正危险的人是你。小娘子此来，所谓何求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刚刚才得知自己生病了，只能先找您来看一看。你连自己有何病都不知，一无所求，又怎会来到这里？罢了，我给你看看吧。这病颇有蹊跷。蹊跷？莫不是您看不出来？许是因为你我无缘吧。若是无缘的话，方才您又何必煞费苦心的变成一个老婆婆，将我们引到这儿来？小娘子，刨根问底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我这性子就是讨人嫌，今日我偏要看个明白。
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里面的人不过是具傀儡，构不成任何伤害。引导这一切的是你。你是何时发现的？从一进门就发现了。老人家，我家主人有请。借仙草的名义蛊惑世人，于你而言有何好处？你错了，我从未刻意蛊惑，而是你们有求于我。若非你们心心念念想寻求茱萸仙草，又怎会被轻易带到此处？你的意思是，你的确有茱萸仙草？是。茱萸仙草并非虚名，但我说了，万物皆有价。世人想要实现自己贪婪的欲望，必须付出比其更加珍贵的东西。更加珍贵的东西？你还记得那个求子的中年人吗？我要有儿子了！我要有儿子了！的确，他会有儿子，但在这孩子降生之日，便是他家道败落之时。还有那个老年人。就算授予天启又如何？足够了。疾病缠身，还不如死了痛快。至于那个想改变容貌的小娘子，我取走了她的眼睛，即便有倾城的美貌，但她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疯子！疯子？我是疯子，那世人呢？为了达到目的，又何尝不是疯癫而不自知？来这里的每一个人，都为了达成所愿，可以不惜代价。那你们呢？如果我替你的夫人医治，你们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你动他一下试试。放心，我对伤人性命这事儿不感兴趣。但今天难得遇见一个聪明的，陪我玩一局，如何？好，玩什么？院中的花草皆是我悉心照顾，给你一盏茶的时间。如果能找到那株最珍贵的，我便帮你们免费医治，如何？好。郎君未免也太愚蠢了些，这不过就是最寻常的公石松罢了。不，这园子中最珍贵的就是这一株。
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因为除了他，其余的都是假的。天师？是啊，妖怪。这些年骗了多少人？你有本事就把我收了。不过，这可对你没有什么好处，因为他不是个简单的妖怪。没事吧？我找到了这个。这是什么？他从前写的医案，对吧？出于仙草。这东西我早就用不上了，你还拿出来做什么？从你写的医案上来看，你也曾悬壶济世，以真心待人，可为何成了如今这般模样？悬壶济世？所谓悬壶济世，就是痴人梦话。至于真心，真心对于这些人来说根本就分文不值。多年前，我尚是草木之身，受人栽培。我的主人日日照拂于我，望有朝一日我能修得灵识，行治病救人之举。他说万物生灵皆苦，我既有能塑本源救百病的机缘，便不该浪费。可惜我修为尚浅，迟迟化不成人身。他说没关系，他会等着我。我信以为真。可真等到我化形那时，我却发现我被抛弃了。宅院中空无一人，我的主人再也没有回来找过我。我伤心之下离开长安，来到曲州，本是想在此行医救人，可渐渐地发现，这些人根本就不值得救。什么众生皆苦，这分明就是他们应得的报应。是，你也看见了。最初那几年，我对待每一个病人都是全心全意的，可结果呢？免收诊金，这能信得过吗？该不会是个骗子吧？哎，这小大夫医术如何？你之前不是在这看过吗？我也就是凑凑热闹，反正不收诊金，不看白不看呗。哦，你舌头上的疮就是他治好的？不见得，就算不吃他的药，过些时日也会好的。哎，走走，喝酒去。哎，喝酒去，喝酒去。走。我本就怀着救世的心思，不以银钱为重。可谁知道他们不相信我，我四处奔波，一一诊断。本以为他们只要能康复，便能相信我。如此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我就可以成为城里有名的大夫。哼！但即便我全心全意，那些人也不知彦祖。我家孩子昨天吃了你的药，马上就上吐下泻。说你的药是不是有问题？是不是？不可能啊！那孩子是否贪吃了粮食？还有我家爹爹，您出的时候你说他一定会好的，结果昨日就去世了。你就是个庸医，赔钱！赔钱！赔钱！不是的，不是的，那老人家已是耄耋之年，人寿毕竟有穷尽。王永吉，庸医，有
有你！有你！走，退！生死有命，便是医者也无能为力。我认真治病救人，不求回报，可他们呢？他们却屈服于我。我后来明白了，他们满心贪欲，求的就是为所欲为。于是我便做局，让他们付出高额的代价。他们明知后果，但为了欲望，却还是趋之若鹜，对我感恩戴德。他们这么对你是他们的错，可你也不该一叶障目。你敢说后来者就没有真心向你求助的？而这些无辜之人，为何要待前人收过呀？无辜之人，他们只是还未露出真面目罢了。我先发制人有何过错？执念人人都有，有的人为了执念可以耗尽一生，可这也不是你坑害旁人的理由。小娘子果真是伶牙俐齿，只可惜你们识破了我的局，否则我定要你这副口舌做交换。收魂！不真，不真。方才那是猫公之力，他是谁？你怎知道猫公？猫公曾是栽培我之人。你说的那位是前任猫公。前任？他如今在何地？18年前，他便已身故。身故了。18年前，长安天火死伤无数，前任猫公因旧事而死。怪不得当时宅子里空无一人，怪不得他后来也没有回来找我。原来他不是不要我，原来他那时候就死了。都怪我。为何怪你？怪我灵力太浅，怪我什么都做不了。如果我能早些化成人形，我或许可以救他的。都怪我。世事难改，皆由天道命定。即便你在，也无法改变。不过往后日子还长，有些事不可追，但有些事还可以回头。妖怪呢？他已然知错，眼下化为本体了。那等我病好了，郎君就不必为我如此担忧了。举灯看破了夜幕在何处？
双眼明灭之中遗忘途。小天师，有一事我必须告知你。可是，你那个娘子，我救不了。她得的不是病，而是她的劫。我把我的元身赠予你，日后情急之时，或许对你有用。正应当岁月野火，可算是配得我？定会是清澈还是浊？你我伴着笙歌，错字也不归客。一座永生一回聚成烟火，蠢蠢欲动的此刻，游荡三千灯火，看我迎着风波，看我迎着风波。听闻你上次解决了推拿馆和汤泉的事，费了不少功夫。如今开始学算术了？还是我家柳娘子了解我，也是做一些准备，万一还有下一次，省得误了柳娘子的事。没有这个万一。哦，你是在这儿等我的？要不要跟我去玩？不要。去嘛，去嘛。柳娘子，就是此处。你到底带我来看什么？自然是给你看一个好玩的东西。坐坐坐。柳娘子，这2日我学了一个新的法术，你看看。我真的学了一个新的法术，我再来一遍。漂亮吧？出来吧。出来？什么出来？玄回。玄回？哪有玄回？玄回在哪儿啊？这都快冬日了，哪儿来的萤火虫？这些应该是不死萤，带些许妖力的精怪。若不是玄回，你又怎能指使得动他们？我就说骗不过他吧。何况这妖氏蛇宫，100年来都是冷心冷肺，怎会喜欢你这些东西呢？我看柳娘子挺喜欢的。月黑风高，看出幻觉也实属正常。我是很喜欢。你们俩是不是？玄回。啊？过来。怎么了？爷爷，爷爷，你坐这不合适，
你站着。爷爷，我还能站着？哎，不，玄辉，啊，你来长安也数月了，总不能这般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吧？梅府玩2日，刘府住2日的，你找点事儿干吧。谁浑浑噩噩了？我每日修行可是没耽误过呀。更何况，我本就修行了100年，若不是你把我关入妖域，我早就化成应龙，上天入地，搅弄风云，好不得意。你没化成应龙，如今倒怪上我了。本就如此啊。唉，虽说这蛇公对不住我，又不肯跟我认错，可我本就是要化龙的，到时腾云驾雾，飞离长安，怎会跟你这般小蛇计较？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就等着看你如何上天入地，腾云驾雾。爷爷，我相信你定会化为应龙。玄辉，啊，你刚叫我小蛇是吧？对啊。你若困了，便睡会儿。你一个凡人之躯，熬了一夜，撑不住也正常。我无妨，我能撑住。哎，柳娘子，你渴了吧？哎，喝点水。
磨岁月，沉